小孩不慎遭遇车祸意外身亡。然而下葬后的第3天，尸体竟离奇地出现在家中，所有人都怀疑是男孩的母亲因过度思念，偷偷将尸体从坟墓中挖了出来。但法医却根据地上一串带泥的小脚印，以及男孩身上已经发霉腐烂的皮肤，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：男孩是自己从地底下爬出来的。还没等众人弄清真相，桌上的水杯突然毫无征兆地被打翻，吓得警长夺门而逃。只有法医仍留在原地，缓缓走向男孩的尸体。然而，这还不是最诡异的事。第2天，邻居家的男孩来到院子里，想向死去的玩伴做最后的告别。不料，那具尸体竟突然动了起来，还要从一位家庭主妇说起。那天，他像往常一样在厨房洗碗，却突然听到下水道传来一阵诡异的声音。他凑近一听，竟隐约感觉有人在下面说话。丈夫却嗤之以鼻，认为他发神经，下水道里怎么可能有人说话？起初，他也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便早早睡下。可到了半夜，丈夫却被一阵猛烈的砸墙声惊醒。他怒气冲冲地冲到邻居家门口，猛按门铃，却无人应答。他破口大骂一番后，悻悻返回家中。可刚进屋，那声音竟又从自家卫生间传来。他疑惑地推开卫生间的门，瞬间被眼前一幕吓得魂飞魄散。妻子竟飘在半空中，不断用身体猛烈撞击墙壁，最终活活撞死。第2天，他被警方带走。没想到，调查人员拿出一叠照片，原来小镇近年来接连发生多起类似案件，死者死状与他妻子如出一辙。警方调查多年毫无头绪，只能寄希望于他提供线索。当被问及是否见过可疑人物时，他立刻想到了自己的邻居，那人最近一直闭门不出，半夜还总传出砸墙声。警方一听邻居的名字，顿时脸色大变。原来此人几天前曾报警，声称家中出现怪事。他总感觉床下有人，床还会莫名颤抖，可每次查看都空无一物。他吓得躲进被窝，却仍无法摆脱恐惧。无奈之下，他买来摄像机，打算记录夜间异象。不料半夜，摄像机突然被踢翻，墙上随即浮现一个可怕的黑影。等他开灯查看，黑影已消失无踪。回放录像时，他赫然发现一个高大的怪人曾藏在柜子里。他持枪打开柜门，里面却空空如也。就在他再次低头看录像时，那个怪人已悄然从背后逼近。自那以后，邻居再未踏出家门一步。直到第2天，一个男孩为捡球闯入他家院子，喝了一口自来水，竟瞬间激怒了屋内之人。下一秒，男孩被当场撞死。而下葬3天后，尸体竟又从坟墓中爬回了家。当地灵异调查组迅速介入，为避免恐慌，决定先将尸体暂存于冰箱，待夜深再重新下葬。可就在此时，警长忽然听见冰箱里传来微弱的哭声，仿佛男孩正躺在里面啜泣。众人惊骇不已，专家当即下令彻查此案。警长带队搜查闹鬼男子的住所，法医留守观察尸体，专家则前往杰克砸墙的邻居家调查。殊不知，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。警长刚踏入杰克家，就发现厨房的刀叉全都吸附在柜门上，仿佛柜中藏着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存在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一把刀突然刺穿了助手的手掌。警长拼命想拔出刀，却纹丝不动，只得掏出手枪，让助手缓缓打开柜门。两人瞥见柜中景象后，尖叫着逃出厨房。随后，他们来到卧室，床下起初空无一物，可当助手走近时，竟赫然看见一双脚悬在床底。他惊恐地解释，这个世界分为2个维度，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存在于黑暗的那一面，只要换个角度就能看见他们。两人吓得魂飞魄散，仓皇逃离。警长接着赶到男孩家中，只见到满地碎玻璃。突然，柜子里传来敲击声，他想起助手的话，立刻搬开柜子，砸开背后的木板，结果发现法医竟已变成一只狰狞怪物。他急忙找到专家求助，专家却在此时有了惊人发现。他在墙缝中看到了失踪的邻居。正当他试图与对方沟通时，警长打断了他，并讲述了法医的一遍。专家终于不再隐瞒，坦言道：这世上存在另一个维度，一个黑暗的世界，里面栖息着邪恶的生物。小镇接连发生的怪事，正是因为杰克家的地下水被那个维度污染，导致活人逐渐被侵蚀、控制。话音未落，专家竟被墙中窜出的怪物扭断了脖子。警长目睹此景，心脏病突发，
痛苦倒地。怪物缓缓爬出墙壁，逼近昏迷的他。当他再次醒来，一个身影正朝他走来，是男孩的母亲。惊恐之下，他恳求他带自己离开。可当他走向车门时，却发现男孩的尸体早已坐在后座。他瞬间明白，这个女人已经疯了。他夺路而逃，独自驾车奔向医院，开了10几分钟才敢停车点烟压惊。这时，对讲机突然响起同事的声音，询问案件进展，并表示要增派人手协助。警长急忙阻止，可对讲机那头已再无回应。意识到同事可能遇险，他毅然掉头返回小镇，从后备箱取出汽油，决心一把火烧掉那栋闹鬼的房子。进屋后，他发现男孩的母亲已上吊自尽。他不断变换位置划火柴，却屡次看到怪物的幻影。情急之下，他拔枪射击，终于点燃了房屋。他以为大火能终结一切，但真的结束了吗？不久后，一批调查人员找到被关押的杰克，拿出警长的照片询问是否见过他。原来，自那场大火后，警长便人间蒸发，杳无音讯。就在众人困惑之际，杰克突然指向他们身后，一个凳子毫无征兆地飞砸过来。影片至此戛然而止。